在冰河时代末期，人类最后的一支迁徙大军从亚洲出发，跨过白令海峡，向美洲腹地进发。他们就是因纽特人。因纽特在他们的语言中是真正人的意思。他们与比他们早一步到达美洲的印第安人同属于黄种人。两大族群随后为争夺领地展开了激烈厮杀，最终因纽特人退至北极圈附近。由于当地植物的匮乏，因纽特人主要以猎捕动物为食。由于极寒的环境，因纽特人很难找到可供燃烧的材料，加热食物便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基于此，印第安人讥讽他们是吃生肉的人，这便是爱斯基摩人一词的来源。在因纽特人膳食结构当中，肉占到了 70%， 因纽特人却很少出现诸如高血压、高血脂等病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因纽特人使用的海豹肝脏中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1951年，德国医学家对4000多个因纽特人做的调查之中，的确没有发现任何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症状。另外，因纽特人还会吃一种传统的料理，其做法是把死去的海燕塞进生海豹的肚子里，然后埋入冻土层，经过海豹胃酸发酵2-3年后取出食用，这也能为因纽特人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北极熊、羚羊、驯鹿、鲸鱼、海象、马哈鱼也是因纽特人的盘中之餐。早在16世纪初，欧洲的维京人曾试图在北极地区定居，但因无法忍受当地的恶劣环境而作罢。此后的3个半世纪，因纽特人几乎成为加拿大北极地区唯一的主人。除此之外，美国的阿拉斯加、俄罗斯靠近北冰洋地区和格陵兰岛也是他们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的短缺，因纽特人人口的增长基本上维持了以资源的平衡。到20世纪，欧裔的加拿大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北极地区。与早期的捕鲸者不同，他们将定居视为主要目标。相较于加拿大其他原住民族，或许因为没有来自外部的开发压力，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前，因纽特人游牧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此后，加拿大联邦政府有计划地将因纽特人从魁北克和拉布拉多迁移到更高纬度地区。这次大规模迁移被称为在安制。在安制起因于2战后因纽特人与南方人频繁的接触，被传染上了各种的流行病。加拿大人为此要求联邦政府派遣医疗队进驻因纽特人居住地区。于是，加拿大政府尝试以医疗、教育以及建立新居为手段，进行所谓的实验性迁村。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对因纽特人高纬度的流放。在安置后，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到1980年，因纽特人开始对联邦政府的再安置政策重新评价。为此，在1987年，因纽特人向联邦政府索要1000万加元的补偿。直到进入21世纪，联邦政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到2010年，加拿大印第安与北方事务部部长代表联邦政府向因纽特人表示出了歉意。